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重要的话题。如果要在荷兰买房子，要注意的7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买房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尤其是买到了自己第一套房子，它会带给我们巨大的成就感。现在在荷兰买一间小房子也要好几十万欧元，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坑，可能就会亏掉了好几万欧元。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当我们看中一套房子时，我们的心情都会特别的澎湃。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了房子四周的小细节。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如何买入自己第一套房子的方法。如果你看中的房子有这几样东西，那你可能要重新考虑过。第一，机场。飞机场边上所造出的噪音比较大，尤其是在航道附近的住宅，航机起飞和降落所造出的噪音会更加的明显。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周末，第一班航机起飞和降落是从早晨6点开始，最后一班航机是晚上11点，这一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除了这些，还有的就是空气的污染。根据2014年的一个报道， Schiphol 机场所发射出的超细粒子 Ultrafine Particles 对住在附近的居民是会带来健康上的伤害，而且会影响到居民的作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想在 Lelystad 这个小镇购买房子的朋友，对于 Lelystad 机场启动使用的最新报道指出，这个计划将会被延后，因为低估了飞机所造成的污染水平。所以有想在这一区购买房子的朋友就要多留意这一些新闻咯。第二，办公室改造成的房子。因为荷兰房子短缺，所以在商业区很多丢空的办公楼被改造成房子。住在商业区没有好与不好，平时也可以出去走走散散步，但是因为这一类房子在商业区，所以房子的四周都是办公室，晚上和周末的人潮可能会比较少。如果你看中这一类的房子，我建议你晚上去绕一绕，看看四周围的情况有没有让你不舒服的感觉。再来的就是在商业区一般没有公园，而且生活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比较简陋。老实说，这一类的房子不太适合家庭居住。如果你是有小孩的朋友，我不太建议你买这一类的房子。第三，火车轨道附近。住在火车轨道旁边或者是对面有一些缺点，包括大量的噪音。此外，位于火车轨道旁边的老房子可能无法承受每次火车经过所造成的微小震动，但是只要住在离火车站稍微远一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我现在住的房子距离火车站大约1公里，没有噪音和震动的问题。当你看中一间房子时，不要只是去看一次，最少去看2次，一天是白天去看，再一次就是晚上去看，因为你会看到四周围不一样的情况。第四，巴士车站在门前。在这里你要注意的，你的房子的正前方是否是个巴士车站。你或许会觉得巴士车站在我门前不是挺好挺方便的吗？并非如此。你想想，一天24个小时，每天不定时都有人在你家门前等车。很多青少年晚上喜欢在巴士车站游荡、喝酒、聊天，有时候喝醉了还会闹事，甚至做出破坏性的动作，比如说砸碎巴士车站的玻璃，这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再来的就是你无法安装感应灯，因为一有人经过，这盏灯就会亮起来，这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睡眠。你不知道到底是有人来到你家门前，还是只是一位等车的人。第五，房子的阳台。房子的阳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如果你今天看中的是一间 apartment 没有阳台，我会建议你不要买。你或许觉得价格合理，有没有阳台没有关系，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你就错了。当你真正入住了之后，你才会发现阳台是多么的重要。
要。阳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风和采光。阳台不只是用来晾衣服，天气好的时候，你会想在阳台看一本书，喝一杯咖啡，吸收阳光的能量。当你住的 apartment 没有阳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说，每次当你想呼吸新鲜的空气时，你必须要离开家里。久而久之，你会觉得麻烦。没有阳光的日子，心情会变得很差。吸收充足的阳光，身体也会变得非常健康。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未来如果想把这间房子卖掉，或许会有一定的难度，毕竟人们还是比较喜欢有阳台的 apartment 多过于没有阳台的 apartment，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必须加入考虑之中。第六，公众垃圾收集站。接下来你要寻找的是，在你看中的房子旁边或者是前面有没有公众垃圾收集站，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有味道，尤其是在夏天，有时候还会有没有公德心的居民，他们或许忘了带卡，或者是无法打开垃圾桶，就会把他们的垃圾留在垃圾站旁边，到最后你可能受不了垃圾的味道，而被迫打电话给当地的垃圾回收公司来处理。当他们接到通知时，也不会马上来把这些垃圾处理掉。尤其是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你会想把窗户打开通风换气，但是很有可能因为这难闻的味道而无法如愿，这也会影响到你生活的质量。第七，确认房子是否有 monument 的头衔。在荷兰有很多老房子，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老房子的样式、结构、采光都和现代的房子截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你看中的房子是否有 monument 的头衔，因为拥有这个头衔的房子，你需要考虑每当你要做外部的装修时，你都要到市政厅里去询问是否需要申请准证。即便是需要申请准证，允不允许也不一定。比如说，很多老房子都不是双层玻璃，也不允许换上双层玻璃，因为这会破坏到它原来的样貌。如果你想换一扇门、一个窗，你都需要申请准证。如果样貌和颜色相差太大，是不会被允许的。虽然说你会收到一笔不算太多的 Monument Zoll 的津贴，但是很多 Monument House 都建于中世纪，所以很多工艺技术材料，其实在现代的工艺技术上已经不再使用。很多现代的建筑师傅其实也没有这个手艺了，即便可以做出来，价格也非常非常的昂贵。最后你会发现，保养一间 Monument House 的价格如同于在买一间房子，所以要仔细的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决定要买一套房子，我会建议你在市场上看最少10套房子，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说5个星期，每周看2套房子，然后再把这些看过的房子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例如在各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上以分数来计算，然后再把这些房子的信息和价格记下。当你做完这些功课之后，你大概有了自己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再带上你的判断来决定购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这样你踩雷的可能性其实没有那么大。年轻人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其实是一种历练，长远来看，你的赚钱能力一定会提高，未来你买的房子也会越来越好。不要觉得买了房子之后金钱就没有了，其实你的金钱还是存在的，只是以砖头的形式，它比金钱的形式更为安全。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会有帮助。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转发和分享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